神迹诡异震巴黎，痉挛狂徒舔农泥，教堂围墙藏密室，圣徒魔徒两难题。大家好，在下奇闻居士。1731年9月7日，巴黎圣梅达尔教堂，一位名叫蒙杰龙的法官，在这个平凡的早晨踏入教堂大门。可几个小时后，当他走出来时，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在这座教堂里，年轻的贵族少女们被重锤抡击，却笑容不减；16岁的美女被长矛穿身，却毫发无损；一位千金小姐当众吞食秽物，却能吐出纯净的牛奶。这不是魔术表演，也不是民间传说，这一切都有巴黎最权威的法官和科学家们的见证。而最令人不安的是，这场持续数年的集体狂欢，究竟是神迹的显现，还是魔鬼的诱惑？让我们打开历史的尘封档案，走进18世纪最离奇的宗教狂热事件。1727年，年轻的筑基神父弗朗索瓦的巴黎被埋葬在法国巴黎的哥布朗街北端，而就在他的葬礼上，发生了第一个奇迹。葬礼上聚集的人们为弗朗索瓦的巴黎的逝去感到悲痛，流下了眼泪，献上了鲜花，并将他的棺材安置在圣梅达尔教堂祭坛后面的墓地里。在向他告别的人群中，有一个腿脚不便的孩子走进了棺材。奇怪的现象随之发生，那个孩子的全身开始剧烈抽搐，身体扭曲，显得十分怪异。这是什么情况？周围的人们对突然的发作感到困惑，便将这个孩子拖到教堂的一角，以免妨碍葬礼。在那儿，奇迹般的，他的抽搐停止了。孩子睁大了眼睛，他看着围绕在自己身边的人们，似乎不知发生了什么，随后慢慢站了起来。这个孩子用几乎没有肌肉的萎缩腿脚蹬地，跳了起来，欢欣地唱起了歌。目瞪口呆的人群不知发生了什么，本该无法站立的孩子竟然站了起来。大家都在想，这到底是什么呢？最后有人喊道：奇迹，奇迹发生了！引发奇迹的弗朗索瓦的巴黎是詹森派的信徒。詹森派是天主教的一个分支，基于科内利厄斯·詹森倡导的教义。该教义认为人类生来就被罪恶玷污，没有恩典的引导就无法趋向善良。当时詹森派在法国贵族社会中很流行，但梵蒂冈并不认同这一派别，发布了谴责詹森派的教皇诏书。这种教义具有极端的体验主义特点，认为所有痛苦和苦修都必须亲身经历。弗朗索瓦的巴黎也进行着严酷的苦修，他走在石头上直到脚流血，用铁丝缠绕着身体睡在书架上，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也绝不取暖，手臂上戴着带尖刺的腰带。虽然这些修行带有自虐倾向，但信徒们相信这是通往天堂或接近上帝的途径。1712年流行的天花在弗朗索瓦的巴黎的脸上留下了严重的疤痕，据说他甚至为这种丑陋的痛苦感谢上帝。尽管他的信仰很极端，但他似乎是真诚地践行着这些信念。他把所有收入都分给穷人，自己始终处于极度贫困之中。也许正因如此，他深受邻里居民的爱戴和信赖。他在36岁的年轻年纪就在贫困中去世，葬礼上聚集了众多民众，这也证明了他的受欢迎程度。一些说闲话的人私下议论，说是他日常进行的非同寻常的苦修加速了他的死亡。在弗朗索瓦的巴黎死后，加上前面提到的男孩腿疾痊愈的事件，人们之间开始流传说去他的墓前祭拜能立即治愈疾病的传言。当这些传言开始扩散时，天主教会总部发表否定声明，称这种事不是骗局就是魔鬼的作为。但目击者们却异口同声地说，在圣梅达尔教堂的庭院里，奇迹般的治愈正在持续发生。弯曲的腿立即变直，皮肤上的肿瘤会自行脱落，失明的眼睛重获光明，饱受痛苦折磨的人重展笑颜。然而，当时法国的上层阶级仍然坚持认为天主教会耶稣会的解释才是正确的，
拒绝接受这些现象。本来就是穷人们将弗朗索瓦的巴黎视为精神支柱，而富人们则以耶稣会为精神支柱。他们说，圣梅达那不过是穷人发疯在闹腾罢了。尽管如此，一些怀疑论者和好事者还是以调查为名前去参观。他们目睹的奇迹极其难以解释且异常。法律家路易·阿德里安·德·帕热向他的法官朋友路易·巴西勒·卡雷德·蒙杰龙讲述了他所见的情景，但蒙杰龙并不相信，他认为这一定是骗局或欺诈，就像广场上魔术师表演的奇迹一样，被骗的人才有问题。但是看到作为法律家的帕热如此兴奋地谈论这件事，蒙杰龙产生了兴趣。他想着，值得去看看是什么样的把戏能骗过这样的知识分子。于是，1731年9月7日的早晨，蒙杰龙跟随帕热来到了圣梅达尔教堂的庭院。当他结束调查离开教堂时，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宁愿承受入狱的痛苦，也不愿在法庭上否认他在圣梅达看到的事情。是的，他见证了奇迹。当蒙杰龙来到圣梅达尔教堂的庭院时，他首先看到一些女性像蛇一样在地上扭动，身体弯曲的脚跟能碰到头部。她们穿着长及脚踝的内衣，袖口被捆住，这是为获得弗朗索瓦附祭祝福的正装。庭院里的男性用各种棍棒击打这些抽搐的女性，但他们不仅没有尖叫，有时反而露出愉悦的表情，甚至相反还恳求再打重一点，对我更残酷一些。在被带到教堂的另一个地方时，蒙杰龙目睹了治疗的实践。那个房间里在进行舔脓，房间里有2个少女，一个坐在地上，另一个只剩皮包骨躺在地上。躺着的少女的腿上缠着多层脏污的绷带，很明显伤势严重，坏疽的腿部渗出脓液，恶臭和绷带的污秽让所有人都明白腿的状况极其糟糕。坐着的少女带着愉悦的表情开始解开病人的绷带，揭开因血和脓而粘在一起的绷带，露出令人不忍直视的患处。脓液的臭味令人作呕。痉挛派的少女似乎犹豫了一下，但很快眼神坚定，喊道：啊，主啊，我祝福您，是您指定我来治疗这个少女。说完，他将脸靠近伤口，伸出红舌。虽然犹豫，但他还是认真的舔舐，最后变成全神贯注的吸吮。他发出很大的声音吸吮脓液，脸上露出陶醉的表情。接下来，蒙杰龙遇到一位有严重洁癖的18岁美丽少女。为了克服洁癖，他经历了一系列极端行为，从进食到舔牛胆汁，最终演变成食用人体排泄物。他每月有21天都在饮食粪尿度过，甚至发明了各种食谱。令人惊讶的是，他能将食用的污物转化为纯净的牛奶。蒙杰龙看到他时，他正在桌边用餐，确实是在咀嚼排泄物。然而，他身上却没有臭味，反而散发着类似香水的芬芳。用餐结束后，他端着杯子站起来，走向一位观众。他递出杯子，当观众因不知他要做什么而畏缩时，他将嘴靠近杯子，吐了出来。观众害怕他会吐出刚才吃的东西而扭过身去，但他吐出的并非污物，而是纯净的白色液体。据有人帕热说那是牛奶，帕热自己之前来访时也经历过这个。他说他把那牛奶带回家给猫喝了，完全没有问题。受到震撼的蒙杰龙之后，又多次访问了圣梅达尔教堂，并将所见所闻整理成书。当时正值启蒙运动兴盛时期，当这本书呈现给路易15时，他愤怒地说：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简直荒谬！经过审判，蒙杰龙被投入监狱。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证明自己调查的事件确实是奇迹，并在获释后又完成了2本书。巴黎治安当局也严肃对待这一事态，下令关闭圣梅达尔教堂，开始镇压痉挛派。但是被镇压的痉挛派成员只是分散到各地，继续在不同地方进行活动。后来，怀疑论者和科学家拉康达明也经历了与蒙杰龙相同的震撼。当时，
一位名叫修女弗朗索瓦斯的女性重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场景。她被钉子和铁桩钉在木质十字架上，被放置了数小时，就像耶稣一样。她的肋部被长矛刺穿。拉康达明也确认了她确实出血了，但据说她承受住了这种折磨之后，随着镇压和彻底的禁令颁布，不仅痉挛派，就连其母体詹森派也被淘汰。就这样，圣梅达尔教堂发生的一场奇迹，如今只能从调查资料中得知了。